醉酒女孩只是拼了一辆顺风车，不料却遭到了轮奸，而直到第二天醒来，看到床上满是沙子后，才意识到自己遭遇了什么。然后雷根就到派出所报案了，但他昨晚喝的太多了，只记得上了顺风车，看到有一名拼车乘客，以后的事就不记得了。见状，警察当即决定先带他去协和医院做检查，结果显示雷根的脖子、手腕和脚踝上都有手指压痕。And extensive vaginal and anal trauma. They did a number on this girl. 这下是完全确定了。随后本森就运用起了刚学到的心理审讯技巧，让雷根再仔细回忆回忆。结果他还真想起了些像是水的声音，可当本森在问时，雷根说啥也想不起来了，因此只能就此作罢。随后警察就先来找了顺风车司机，可司机表示雷根在车上大喊大叫，简直一团糟。最后我把他送到了一家餐厅，至于另一名乘客则是提前就下车了。反正说来说去，雷根就是个疯子。而那个拼车乘客也声称雷根像得了躁郁症，他趴在我身上让我陪他一起回家，简直就是个疯婆娘，我哪敢跟他回去。结果我拒绝后他就很是恼火，然后让司机送他去酒吧了。反正说来说去就是与自己无关。可警察们经过商谈后认为两人可能在撒谎，因此本森当即只是去获取他们的 DNA。 于是警探就假装成顾客来到那名乘客的店里买奶茶，并故意对他调情，让帮忙尝一下。而对于美女的邀约，男人显然抵抗不住，就帮了这个忙，结果正中圈套，可他却浑然不知。就这样警探成功拿到了他的 DNA， 接着就是紧盯司机想法获取他的 DNA 了。而经过漫长等待后，终于等到他喝水了，所以只要拿到那个瓶子就行了。可哪知男人并没有丢弃空瓶子，这让警探很是焦虑。眼看着司机就要离开了，警探也毫无办法。谁知下一秒，男人又把瓶子丢了出来，真是太恶心了。不过却是获取了满满1瓶 DNA， 也算是成功了。而就在等待比对结果期间，警察又来找了检察官，想申请搜查令。哪知就在这时，实验室在军队数据库里找到了一条和体液样本匹配的 DNA 记录。可奇怪的是，他既不是那名乘客，也不是司机，而是一名未知的第三者。结果雷根很痛快地承认他是自己的前老板。那本森就要问了，为什么会在你的口腔采样中发现他的 DNA？ 见状，雷根只得承认那天下午曾伺候了前老板，就在百货大楼里，当时他正陪着妻子购物，那里有个试衣间。接着雷根立马请求千万不要告诉男友，对此本森是不管的，但却强调以后必须告诉我们所有的事。雷根也就答应了。随后为了尽快捉住凶手，本森带着雷根按照他碎片化的记忆重走了那晚的路线。而当来到海边后，他果然记起了这家餐厅的味道，也想起了当时是光着脚踩在沙砾上，一个高大的老男人拽着自己，然后就来到了码头上。接着两人继续行走，而当看到一艘船后，可怕的回忆立马充斥了脑海，使得雷根当即就确定了，就是这艘船，他就是在这上面被强奸的。随后雷根再也承受不住了，立马选择了逃避。此时他又变成了一个虚弱的姑娘。而既然案发地点找到了，接着警察就逮捕了船主，并且也查明那个拼车乘客和司机早就认识，而通话记录显示乘客在车里给船主打过电话，监控也拍下了船主和一个老男人在一起，所以他可能是第4名强奸犯。而至此检察官也听明白了，是乘客和司机叫上了2名好友，然后在凌晨1点轮奸了雷根。于是他决定今晚先审乘客和司机，如果他们不认罪，那谁也别想离开派出所。结果上来乘客就否认认识船主，但警察有通话记录为证，不料他又狡辩是打错了。可谁知警察早就在他朋友圈找到了2人的合影，然后就劝他老实交代。而眼见无法蒙混过关，乘客只能承认和船主相识，但却仍否认轮奸了雷根。对此警察当然不信，最后男人只能要求请律师了，这样警察就不能审问了。同时司机也是嘴硬，坚称送完雷根自己就离开了。可警察怎会相信，直接言明会在船上搜出你的 DNA 的，整的司机一下就紧张了，开始语无伦次了。而与此同时，船主也被带了过来，让他看到了2人都在这里，并且忽悠他们已经把你供出来了，正在商谈认罪协议呢。然而船主仍是抵死不认，坚称只是接到乘客的电话，把船借给了他，不知道他干了什么。但检察官有船主和朋友在一起的监控为证，并要他交代朋友的下落。见状，船主只能说出来了。于是随后警察就砸开了老男人的家门，而当见到他胳膊上的纹身后，立马确定就是他了，然后就将他给逮捕了。事后经过纹身确认，雷根终于认出了这第4人，并且他和乘客的 DNA 与雷根的吻合的，但目前谁也不承认。而且他们的律师也在深挖雷根的过去，想以此作为反击。可现在就雷根的状态来看，他根本承受不住来面对这些，因此这个案子最好是不开庭就解决掉。没办法，检察官只能建议减刑其中1人，来换取他指证其他人。但本森坚持这是轮奸案，不能放过一个。可不料其他人却赞同，抓住3个总比全放过强，并且认为船主是最好的人选。见状，本森也不得不同意了，却不料律师提的条件竟是要求无罪释放。检察官当然不同意了，哪知律师竟编造起经过，就是船主接到了乘客的电话，然后把船借给了他，自己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如果他知道的话，肯定会报警的。当他看到船上的乱七八糟后，他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他问了他朋友，他们告诉他了关于轮奸的事，最后声称只要同意这样陈述，船主就可以无罪了。然而思考了一阵后，检察官认为不能让他这样撒谎。可谁知律师已抓住了软肋，知道检察官不想开庭审理，并明言一旦开庭，当我质问雷根时，我会让他崩溃的。见状，检察官不得不妥协了，给予了船主豁免。
随后他就拿着船主的口供，开始忽悠起了司机认罪。哪知司机当即揭穿，船主那时想做来着，就是没硬起来。但船主已豁免，警方当然只对他逼供了。最后司机也愿意认罪协商，供出都是乘客出的主意，我根本没强奸雷根，事后还好心送他回了家。对此警方选择了相信。就这样双方达成了协议，司机高高兴兴签下了字。最后本森将结果告诉了雷根，就是4人都接受了认罪协议，不用开庭审理了。然而雷根并未因得知这些而好受些，还得本森来安慰，但雷根却听不进去，整得本森只好说出了自己同样的经历。雷根这才相信本森是为自己好，也就放下了心中芥蒂，争取尽快从这件事的阴影里走出来。